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资料员勾。看到这个背景呢，我们的老观众一定知道，没错，我又来了。这期呢，给大家带来2023年第一款高达模型评测，MGSD 自由高达。正式发售后呢，几乎转遍了东京各大电器店和模型店，一直都处于缺货状态。这让我更加好奇这款模型究竟有什么魅力这么受欢迎。最后呢，也没有办法，只好从日本的黄牛手上加价100人民币之后，拿到了这款模型。其实，在没拿到实物以前，我一直以为是 SD 模型中加入了 MG 的骨架而已。评测完成后呢，发现个人觉得用 MG 模型的 SD 比例款来形容更为贴切一些。为了能直观地看到盒子究竟有多大，我们拿一个行走的棺材板 MG 版先行量产型铁球的盒子来做一个比较。可以看到，除了厚度以外，几乎大小都是一样的。其次，售价方面，官方定价是税后4290日币。好像前几天评测员 D 评测的 MG 版 GP02A 的官方售价也才4400日币。另外说一句，我入手的价格呢是税后6200日币。好了，欢迎把大冤种打到弹幕里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直接开箱。打开后呢，看到大大小小加起来一共16片板件，就板件数量来说，比较接近正常比例的 MG 系列的产品了。所有的板件当中，最抢眼的应该就是这个蓝色透明的板件了吧？万代的宣传动画中也提到了采用 Reflection Cut 的技术，听起来呢像什么黑科技技术，其实就是自行车反射镜的原理。零件内部呢做成了菱形的形状，当光线照上来后呢，有更多的折射，看起来更加闪亮。别看说这么多，而且看起来感觉上也确实会带来很好的效果，但是，说话就怕听到但是。万代这么做的心是好的，但是最终呈现的效果来看，就有些差强人意了。贴纸方面，在数量上也是直逼 MG 模型系列了，这次呢就先不贴了。不知道万代会不会后续推出水贴版本的？与胶贴相比，还是水贴最终的呈现效果上要好上不少。按照惯例呢，最后就剩下说明书了。这一次呢，一共有19页，也属于一个标准 MG 模型的厚度了。接下来呢，就废话不多说，开拼。好了，整体的拼装时间呢，大概在4个小时左右，体验上来讲还是比较顺畅的。组合度以及手感上依旧保持着万代原厂的水平，紧实度也非常高，即使用力晃，像这样，也不会出现松垮的现象。再加上没有任何多余零件，完全可以尝试先将全部的零件剪下来，一次性打磨完成之后，再慢慢的享受拼装的乐趣。在高度上大概和一个艺伎元祖差不多高，大约有13厘米左右吧，包括头部天线。其实总的来说，个人还是蛮喜欢的。将模型做小的同时，维持了 MG 模型的精细度。这种矮胖的造型呢，还有一种莫名的喜感。各位小伙伴们觉得呢？下面来说一说模型细节部分，全身均采用零件分色，没有一处是需要贴补色贴纸的。当然，这次万代也没有给出补色贴纸，也因此这次眼部一改往日贴纸补色的做法，将双眼通过底部的银色结构与黄色透明件相配合，更好地呈现出了眼部各传感器的样式。脖子这里采用一个2段式的前后可动幅度感觉上比较大，但是由于大头的影响，实际上也只能实现小幅的抬头和低头效果。肩部这里毫无疑问可以前后进行360度旋转，只不过旋转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头部天线。此外，肩部关节还给出了一个外拉结构，增加肩膀的前后摆动。另外，
肩部护甲内呢也有一个联动机构，将侧盆口向下搬动的同时，肩部的红色零件也会随之抬起。至于手臂部分，可以轻松实现平举和180度弯曲。腰部这次采用折叠关节设计，向上拉开后再配合颈部可动，可以轻松实现近90度鞠躬样式。更神奇的是呢，它竟然可以以这个姿态自主站立住。腿部这里利用多个关节的组合，可以轻松实现小腿向后弯折90度。将前裙甲翻开后，腿部可以向前抬近90度左右。将侧裙甲向后移开，则可以实现侧抬腿90度。若将裆部向下拉开，那么向前和向后抬腿都可以实现超过90度，但也只是仅仅超过一点而已。脚掌部分采用多段结构，配合脚踝部分的球形关节，可实现抬脚和绷脚背等动作。在摆类似于单膝跪地造型的时候呢，脚掌的部分会显得更加自然。武器部分没什么可说的了，基本上和常规样式没有任何区别，只不过比例上做了 SD 版的改动。无论是盾牌还是光束步枪，都显得比较厚实。下面说一说之前说到那个蓝色零件的最终呈现效果。这里可以看到，基本上覆盖到了90%的部分了。如果不是有一定光线的照射下，有点不太会注意到这个细节吧。也或许呢，万代只是先拿这款试试水，看技术上实现和以最终呈现的效果到底如何，因此才没有做得很大。估计以后推出的 MG SD 模型上呢，这种呈现方式将会成为标配吧。最后来说一说翅膀部分，自由的翅膀在收集状态下，感觉上一直是作为一个辅助支架来使用的，这次的 MG SD 版也不例外。但是呢，在直立状态下，即使把它放在两侧，也可以实现自主站立。最后来个总结，作为 MG SD 开山之作，在小体积模型上保持了 MG 模型的骨骼以及细节呈现，素质上呢肯定是没得说的。而且相比其他比例的模型，在收纳上省去了不少的空间。毕竟对于日本工薪阶层家庭来说，公寓的平均面积仅仅只有70多平而已。能有几个家庭可以空出一个房间或者一面墙来放置 RG、MG 甚至 PG 的模型呢？拼装体验方面，个人是非常满意的。整体下来，有的地方感觉上甚至还优于了很多 RG 以及 MG 模型。毕竟印象中，无论是 RG 还是 MG， 或多或少都能挑出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。但是在这款模型上，你非要说哪儿不好，那我就只能说是这个模型的比例不是正常比例这一点了。但话又说回来，就是因为这个比例才称之为 MG SD 的呀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能接受这个比例，那么在其他方面就不用多考虑，直接冲就好了。当然，目前价格方面溢价还是很严重的，如果不是特别迫不及待，建议再等一等，等价格回落到发售价格后再入比较好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本期 MG SD 自由高达的全部评测内容了。如果您觉得还不错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一键三连。我是自乐员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